台车是真的24年我最期待的东西了。一个企业没有造车经验，没有营销汽车的经验，供应链多半也没有打磨成熟，他们造出来的第一台车会是啥样啊？会是这样吗？估计很多小伙伴已经知道了，我的苏七出了点小小的意外。大致情况就是工作室摄影师小伙伴拍摄完返程，经过一个大路口的时候，观察不仔细，和对面的车发生碰撞。撞的还算是严重，万幸摄影师和对方都没有什么大碍，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我当时还在北京出差，所以工作室的小伙伴们马上到现场协助了一下。车里面的设备还是挺结实的，全部都没有掉。最意外的是后排的平板，它是一个快拆的位置，居然也没有掉。根据开车的摄影小伙伴说，碰撞之后小米的 SOS 电话马上就进来了，后来呢还给我的手机打了个电话确认安全，并且派了拖车过来。车拖走之后，维修人员马上拉了一个维修群。该说不说，这个应急救援的体系搞得还是挺完善的，帮准车主们试过了哦 ，OK 的。拖回去之后，其实车还是有电的，我咋知道的呢？因为 App 还提醒我正在下雨，帮我关窗了。我看这就没有必要了吧。我们还去事后看了一下情况，侧面的变形还是挺吓人的。但是里面的安全空间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你别说，右后侧窗居然还活着，右侧的气囊全都弹出来了，中间这里呢还有一个远端气囊，这是用来防止主副驾2个人互相碰撞受伤的。车的绝大部分电动系统都没有问题，右边的后视镜还能折叠，甚至左边的车门还有电吸。这下真是半台好车了，空悬也没有趴窝，全景影像正常工作。最夸张的是保护电池的下裙边，这是正经做的吗？其实这一期的内容呢，我已经拍得七七八八了。不过这个意外状况，我车估计要修上好一段时间了。关于我的这一台车，你们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面告诉我，我去争取。其实，在提车之前，我很好奇啊，到底是什么人在买苏七？所以派出工作室的汽车人悄悄混入展厅，暗访了一堆正在看车的人。哇，你们开路虎也来看小米啊？想年轻一下呀，行吗？他不错。所以你要买吗？我看一下，我还没买车。哦，我能接受电车，但是我想换的话，我还是换电车 SUV， 不太适合这种有家庭的人，除非就是有第二辆。哇，朋友们，开这个车的人一般不太用考虑后排。你还有什么车？我开奔驰，不想买 Model 3。你是米粉？我没有，不是米粉，但是我很喜欢这辆车。那你用什么手机 ？iPhone？我是 iPhone 吗？这不影响我喜欢这辆车啊。那你最后选什么颜色？那我应该会选灰色。你平时开什么车？我想知道。啊 ？P7，你的 P7要换吗？不换。好，都说不买。那天提车回来的时候简直是离谱，001车主来搭讪，好开吗？货拉拉车主比大拇指，所有人都在行注目礼，停在路边喝个咖啡都会有人停下来问多少钱买的，真有点那盗梦空间的感觉了。You're in a dream. 不过有一说一啊，这是小米的第一台车，理所当然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甚至行车记录仪还有点黑边，需要后续去解决。不过即使是这样，苏七的很多思考和设计绝对值得所有的车企参考学习。最得我心的一点就是在小米没有把握的地方，他们绝不整活。这一期我先重点来看这智能配件、米家生态和所谓人车加互联，这些配件我都买上了，真金白银啊！平板不止一台，米家设备我都懒得数了，好吧。来，先看看外观吧。我就说这是20万级别最好看的新能源轿车。谁赞成？谁反对？苏七虽然是最新的新势力，但是跟现在的新势力比，简直算是保守派。你看这车头居然不能写字，而且作为一个电动车，车头留得这么长，别人都巴不得把这个车头全部干掉。这一次足足有9种配色，哪个颜色小伙伴们觉得最好看？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我不喜欢借鉴的行为，作为一个独立品牌，独立的思考和设计语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外观肯定不能算是缺点，对吧？我
我这一台是创始人版的 Max 版，其实 Max 版的性价比是相对最高的，其他几个版本的重点就在外观和生态上了。最低配呢21.6万，能买到这样的外观、完整的生态，还有小米的车机，核心卖点抓得牢牢的，什么 HUD 啊、800伏啊、座椅按摩，隔壁 Model 3不也没有？这创始人版其实这是首批预生产好的现车，这里有一个标志，碳纤维的后视镜，然后方向盘上面有一个编号，副驾还有一个标志。不过要我说啊，前备箱做的这么大，不如再多学学保时捷，滑一下前面就可以弹开，哎，就很优雅。它就可以打开了。车里面呢，估计大家也看得够多了，设计风格很不错。一句话，简洁不等于简陋，一块大屏也可以有设计。主驾请讲。3个木是什么？你说的字可能是森墨。3个木叫什么？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好，找到了。我呢，先给大家看看它这些奇奇怪怪按钮都是干啥的吧。中控这边4个按钮分别是空调、风量、尾翼调节，还有空悬高度调节，很实用，比塔子6个按钮4个车窗好用多了。整体的风格主打做多错多，不如不做。屏幕不能旋转，没有零重力模式，后面也没有一块大屏幕，全车没有一个触摸按键，就连阅读灯都是按进去的，转向灯都要改成触摸的车，怎么比？而且设计师肯定是设计出来自己用过的。中间有储物箱，下面有巨大的镂空，还有挂钩。副驾有插手机用的插槽，有插雨伞的插槽，还能放几瓶饮料。如果要说这套内饰的缺点，我觉得真的就是造车经验的问题，真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盲操。安装配件的时候，要么把头塞进来，要么就靠手感盲操。底下的挂钩呢，必须要狠狠摸索摸索才能找得到。Type-C 接口藏在屏幕下面，盲操插上去。另外，车机其实有一些经验上面的问题，比如说主驾虽然有记忆功能，但是没有一键恢复到记忆位置的按钮，我得先调一下座椅，然后再点恢复。屏幕里面没有副驾座位的位置选项，如果我想要挪动一下副驾座椅的位置，只能靠语音喊。小爱同学，我在。副驾座椅往后调20%，全景影像的透明底盘只能单次开启，下一次呢还得手动开。上坡辅助、陡坡缓降、Auto Hold 全都是强制开启。但是我必须要说，虽然车机我这么说看起来毛病很多，但其实都只是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大逻辑方面非常正确。屏幕上面主驾需要操作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又大又近，大卡片的主页自由度很高，甚至还有很多小细节，一般的车企根本就想不到。比如说调节模式，它给了你一个雷达图，甚至在自定义模式里面调整每一个选项，这个雷达图都会相应变化一点点。那即使是不太懂这些名词的小伙伴，对着图也能选一个比较合适自己的模式。它有一个新手模式，开了这个模式以后呢，地板油，就这速度了，非常合适刚拿到驾照练车的小伙伴。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小问题，对于小米来说修一下简直太方便了。当然，这一些都不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来看看它的生态到底怎么样。这一坨的配件，我买了2642块钱。有一说一，虽然乍一看很贵，对车来说是真便宜啊！你看，隔壁选一个 Nomi 都要4900了。中控屏按键装在这里，双表盘装在这里，无线充手机支架装在这里，氛围灯装这里，第2个手机支架装这里，小米平板装这里，智能香薰装这里，完全体。小伙伴们觉得好看吗？一个个来说的话，最推荐的是中控实体按键，确实很不错，固定结实，毫无异响，甚至手感比原车中间的这4个还要好，真有点保时捷的感觉。而且按钮非常的多，上下都可以掰。唯独有一点我想吐槽，这上面的按键基本上全是空调，给我点自由权限好不好？我就想要一键打开360，不行吗？第2个后排支架。这个支架其实固定的挺稳的，而且作为苹果最优秀的配件厂之一，它还支持 iPad 车控。但也有一个问题啊，首先是它的拆装超级费劲儿，而且为了快拆，平板其实都是要装一个壳的，光这个壳呢就有400克。不过它自带一个支架，倒是可以看看视频，用一用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3个触点实现的功能就只是充电和自动打开 App 的功能。离谱了这一回，我刚刚才发现啊，只要装了小米汽车拓展屏这个 App，no， 这是一个鸿蒙平板，一样互联。生态你懂吗？这就是生态啊！里面能操作的无非就是看看地图、控制音乐、看视频。
而且它后面的导航很有思考，就是它显示的是总览。我建议啊，假如你的朋友恰巧有一个 iPad Pro 11，或者是小米平板12.4，你叫他们买，装你车上。但剩下的香氛机、手机支架、氛围灯，还有螺丝版本的手机支架，其实我都不太推荐。这个香氛跟其他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它并不会通到空调里面吹出来，它只是一个加热雾化的香氛棒，所以它的味道就没有那么均匀可控。手机支架嘛，它居然不是电动的，米家自己都有电动的支架呀，为什么不拿过来捏？而且它这个位置很挡视野不说，太阳超级暴晒，还没有空调吹着散热。iPhone 本来散热就很垃圾，开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这样了。警告！警告！氛围灯虽然它看起来挺好看的，也能调自动亮度，但这居然是一个10音氛围灯，所以我们在车里讲话的时候就会这样。就是你手机只是连了它的蓝牙。光荣标一派全都在蓝牙，甚至还没有办法调灵敏度。你说它为啥不接入车机的音乐呢？至于螺丝手机支架，其实是因为副驾这边的螺口装配件之后，可能会和气囊有干涉。做人的时候就不太建议装了。不过有一说一，跟方向盘扩建地雷，还说不定哪个更强呢。所以综合来说啊，我觉得这几个配件就是小米给第三方厂商打的样。一方面告诉准车主们这个东西想象力无限，另一方面呢，告诉供应商们放心哦，我要做的 Car IoT 可不是说着玩玩的。小米在米家生态上面的领头作用，简直堪比苹果 App Store。期待后面配件厂出的东西吧。手车互联这一块就有意思了。第一次上车的时候呢，它会自动弹窗问你连不连，不过我没有录到。后面上车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连接了。剩下的就简单了，比如说我想要投屏一下 B 站，那我只要这样子上滑拖到这里，然后再点苏七，它就已经投屏到上面去了。那如果说这个应用你平时用的比较多的话呢，你也可以这样子，然后把它添加到车机的桌面上。然后它就会像一个卡片小组件一样出现在你的桌面上。理论上来说呢，之后你每一次上车，它都会自动弹出来。还有个小细节，如果主驾离开车的话，其他人就点不开这个了，免得你下车里面把手机都翻完了。对，如果你想要导航去一个地方，只需要打开手机的高德地图，搜索，直接开始导航就可以出发了。全程39公里。不过这还没完啊！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叫，把全车手机都叫醒了咋办呀？只要上车还觉的时候，就只有车机会回复在。手机们的也会乖乖的被压制住不说话。当然，前提是你没有手动关掉这个开关。而且更变态的是，如果你的朋友带着小米的手机上车，碰一下 NFC 连接 WiFi， 它的状态栏就能直接看到车，控制座椅、空调、音乐这些。未来手机没几台，小米手机那可太常见了，好吧？在这些基础上面，再加上米家之后，更是重量级。车上可以直接控制家里面的设备，车里面的米家设备也可以在米家上面直接控制。自动化里面选到车也有几个条件可以设置，但至少以现在版本的系统来说，生态联动我真没感觉有啥用。像现在啊，我问一下手机的小，我的车停哪了？没有找到数据，来这里确认下吧。基本上现在能做的就是查看车的电量，打开空调。米家的自动化里面的选项还是比较刻板印象，目前也没有办法设置自动化控车，还处在一个比较鸡肋的阶段。而且很多车企都有的任务大师，小米反而没有。这东西和米家生态联动简直无敌呀！我觉得吧，小米也不需要重做什么东西，整什么博眼球的花活，把生态打通，让苏七真正能像一个米家设备一样被控制。安排上任务大师，再把 Car IoT 的优势发挥起来。比如说，我能按家里面的一个按键，车就自动通风换气，开好空调。车上面装一个按钮，按一下就能准备好家里的热水器。这种体验是别家放多少个手表快捷键都比不上的。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小米做的虽然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互联水平也已经是车里面 T0的水准了，但还是达不到我的预期。你看，魅族、华为提前就把手车互联给做了，做的也还可以。我们对小米的预期远不止于此，米家生态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完。当然，作为小米的第一台车，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就这样就满意了。几天的体验下来，我发现小米果然还是那个小米，非常擅长把别家的优点全部弄过来。如果再加上小米降维打击的 OTA 实力，那有可能苏七的智能和车技还真有可能成为各家里面最好用的一个。而作为一台车，我可以简单剧透一下，它还是真的很好开的，比001好开不少。当
当然，代价就是它底盘的高级感和舒适性也和001有不小的差距。我觉得这一次小米做的最成功的一点是吸引来了一大批原本没有关注新能源的人，甚至我有在车友群里面看到有人是因为苏7才去考的驾照，而且还做到了其他新能源都没有能做到的事情，把 Model 3的客户抢过来。当然，我觉得对比 Model 3，甚至是 Model 3P 来说，基本就是秒杀了。这么一波操作下来，连友商的销量都连着增加了一些，感谢雷总对国产新能源发展的贡献。这个全国人民都应该知道了吧 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切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台非常新的小米苏7，只是说发生了一点小刮蹭、小事故。门板那里稍微刮了一下，就是大家想要的也可以联系我。